大家好，这里是看的说，我们今天的话题继续谈热量。上期我给大家讲解了热量收入方面的6个坑，今天我将会给大家讲解在热量支出方面另外的4个坑，并最终给大家推荐如何不掉进坑里的解决方案。说到热量支出，我笃定你并不知道每天支出了多少热量。首先，每个人热量支出的65%到70%来自于基础代谢率。你可能在健身房或者医疗机构测量过，但是这些数值完全是参考数值，或者直接说是准确率很低。最准确测量基础代谢率的方法是使用间接测量呼吸法。这个方法通过测量人体在安静的状态下氧气的摄入量和二氧化碳的呼出量来计算基础代谢率。在测量中，被试者需要进入一个专门设计的仪器中，在安静的状态下呼吸。该仪器可以测量被试者呼吸氧气和二氧化碳的含量，然后根据这些测量结果计算出基础代谢率。间接测量呼吸法只有在实验室或特殊的医疗机构才可以进行，通常需要一些特殊的设备以及专业的技术人员来操作和分析数据。因此，健身房测出来的数值基本上是用于卖会籍或私教课程的。简单的说，就是逗你玩的。得罪人了。好，基础代谢造成的热量支出是多少？你在坑里是不知道的。其次，每个人一天热量的支出15%到30%就是每天工作、生活、学习、运动所支出的热量。不用说，你肯定不知道是多少。这就是热量支出的第2个坑。第3，食物热效应。食物热效应是指人体消化和代谢食物所需要的能量。我们吃了食物以后，身体需要将食物分解、吸收、代谢，这些过程都需要能量。因此，身体会消耗一部分热量来消耗和代谢所摄入的食物，这就是食物热效应。不同类型的食物对食物热效应的影响是不同的。蛋白质的食物热效应最高，约在20%到30%。也就是说，当我们摄入了100千卡的蛋白质食物以后，约有20到30千卡的热量被消耗在消化和代谢上。脂肪的食物热效应最低，约为2%到3%。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热效应介于两者之间，约为5%到10%。上期我们说了，你不知道每天摄取的热量是多少，因此这个食物热效应对你来说也是傻傻分不清楚。关于热量支出最大的坑就是运动的热量支出。例如，每个人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基因以及身体的状况不同，这些基因都会影响到做相同的运动热量消耗却不同。还有就是体能水平，一个人的体能水平越高，做相同的运动时消耗的热量越低。训练有素的运动员会比初练者在相同的运动中消耗更少的热量，因为他们的身体已经适应了这个运动，能够更有效地利用能量。还有就是测量误差，很多人都依靠训练器械或者智能手环、健身 App 等设备或软件计算训练中消耗的热量。要知道，这些数值只是给你一个大概的估算数值，真正的数值可能不像显示的那样。运动热量支出同样是很多商家、私人教练或者标题党、博主、UP 主用来牟利的手段，反正你也不知道多少，他们正好利用这一点赚钱或博眼球。好，无论是热量收入还是热量支出，上面的10个坑都奠定了热量彻底失控的状态。因此，很多人想增肌、减脂或者保持体型，基本上处于撞大运的层面。那么怎么办？怎么才能管理好体型呢？我不会把你扔半道上，别人刨的坑我来填上。解决的方法就是2个定时。第一个定时是固定每天的饮食，也就是每天吃相同的食物。第2个定时就是固定每天吃东西的时间。我来解释一下，上期说过，热量收入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让我们不知道每天到底收入了多少热量。但是如果你将你的食物固定下来，并且在相同的时间去吃，那就造成了每天热量的收入是相同的。例如，在一周里，每天早餐都是一个差不多大小的鸡蛋，一杯固定品牌的酸奶，2片面包，并且在固定的时间去吃。那么在这一周里，你每天早餐摄取的热量是基本相同的。中餐和晚餐也可以采用相同的办法，也就是每天的中餐吃的是一样的，
每天的晚餐吃的是一样的。这样下来，你这周每天的热量摄取是相同的。当然，为了避免食物的单调性，你可以安排周一、周三、周五的饮食是相同的，周二、周四、周六、周日的饮食是相同的。虽然你仍然不知道每天摄取了多少热量，但是不用担心，固定下来的饮食至少让你对这一周热量的收入有一个参照值。如果固定下来的饮食让你变胖了，你只要将三餐中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减少，增加蛋白质的摄取量，你就会变瘦。相反，这样吃让你的肌肉生长变慢了，也就是热量摄取不足了。你只要将一天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摄取增加，减少蛋白质的摄取，你就会变壮。关于为什么是调整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摄取量，请观看我增肌期、减脂期的饮食安排那3期视频。使用2个定时的方法，虽然你还是不知道热量收入的情况，但是至少你可以让自己的热量收支处于控制状态。好，我们来总结下这2期的话题。因为我们每天吃的食物种类不同，数量不同，身体吸收利用热量的能力不同，时间不同，温度不同，加工手段不同，所以我们每天摄取了多少热量处于失控状态。同时，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代谢不同，新陈代谢不同，食物热效应不同，运动热量支出不同，所以我们每天到底支出了多少热量也处于失控状态。想解决热量失控状态，就要做到2个定时，固定饮食的种类、数量、烹饪方法、食用时间，甚至食用温度。这样下来，热量的收入就处于稳定状态，然后再根据自己的体型目标调整饮食的数量，这样就可以解决热量失控的状态。所以请记住，热量这个东西只能被你利用，而不能被你计算。收入和支出里外里一天可以产生几百甚至上千千卡的误差，热量永远只能作为参考值。以后再有人跟你说热量的话题，尤其是让你付费的，基本上可以断定这个人不是傻就是坏，最后还要得罪人。希望这2期关于热量的话题可以帮到你。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